手们快速加油！梦想就会存在，胜利大门让我来打开。来吧 ，Flash 的加油 ，Flash 的加油，历史的闪手们快速加油，弯弯曲曲，三点跳一，闯过重重障碍，超越对手。每次比赛技术交流，建议奋斗，一展身手，为争取胜利。到最后不报销，别人都说那是不理头。豹威队重新投入练习，赵万威制造了3辆新赛车给豹威队，要豹威队不断进步。赵阳感到非常大的压力。另一方面，闪电队检讨了上次的失败原因，知道团队的合作性不及豹威队，而纽带关系是重要因素。林峰、林云便在各方面测试自己的纽带关系，最后在努力之下，终能创出一招双子旋风的新技术，训练新的技术招式。到底搞什么呀？我午饭还没吃呢。听说林峰、林云练成了双人的新招式。双人的新招式？林刚，我们来了。哦，你们先留心看看，看看林峰、林云跟平常有什么不同。没什么分别呀，只是他们都安静了许多，没有在玩车的时候说话。林刚，他们不是在练习双人的新招式吗？他们两个分得那么远，怎么进行沟通啊？他们现在是使用心灵来沟通的双人招式。你说什么？用心灵来沟通的双人招式。啊！他们在练习两车并排超车的技术。什么？两部赛车并排超过对手，这行吗？稍有差错，肯定是会发生碰撞的。那你们就好好的看着吧。进入出招状态。人车合一。神风破击！到我出场了。人车合一。
双子旋风又超过我了。瞬间加速！超过了！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？我都还没有看清楚。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吗？他们居然到了这种境界！哈哈，双子旋风，这是我跟哥哥一起研究出来的新绝招，厉害吧？是2个人同时启动了人车合一，互相之间产生了超强的威力。太意外了，我真没想到。就凭这招，豹威队就不是你们的对手了。不，这招能不能在比赛中使用还不知道，所以这次希望大家过来给我们指教一下。是挑战吗？哈哈哈，哥哥你不用担心，我看这次一定没问题。小云，我看还需要实践，实际在比赛当中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。那就跟我们梦幻队比赛吧。啊？好，嘿嘿，来吧。不行，我们叫梦幻队过来是一起分享研究的，并不是向他们炫耀的。没错，我认为应该找其他的人试练。丁红，你们也可以从中学习，梦幻队也应该有所提升了。我误会你们了，对不起。算了吧，我也太冲动了。果然是旧队友啊，仍然挂念着梦幻队。我也希望跟有实力的对手比赛。那要找哪一个队来比赛呢？想到了，找他们吧。现在每个队伍都在进步中，我们野战队也不要松懈，知道吗？是。虽然我们野战队是连输100场的纪录保持者，不过永不言败的精神吓跑了很多人。嘿嘿，不要笑。这是什么？你们好好听着，这是我跟爸爸研究之后，用《孙子兵法》融合赛车技术，写了这本名为《野战队天下无敌战术》。哈哈，总共分为上下2册，你们背熟它吧。好厉害，真的是天下无敌战术！哇，真没想到石磊居然也能写书啊，真是吓我一跳。当然，我也是天才呢。来，每个人20块。什么？20块？原来还是要收钱的。当然是要收钱的，我的稿费可以不收，但是纸张和复印费由你们负责。开始练习，我们永不言败。孙子兵法重视作战前的计谋，还有作战时的合作性，只要集中这2点，我们就战无不胜了。我们野战队想要扬名立万，一定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无敌战术才行啊！哈哈，终于找到了。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按照你的想法去练习了，也没觉得什么特别呀。要找一些厉害的对手才行啊！石来，对手出现了。咦，来了来了！有比赛的地方就有我出现。这场友谊赛是林峰凌云为了试炼新招式而约战野战队的。风影号、雷凌号、利爪号，还有王毅和周明明的迷虫号和迷幻号，野战队的风影号和雷凌号。2对3呀！算是让散了呀！最后会是哪一队取得胜利呢？就会得到丁红
欣赏赛事吧。王毅，你包抄左路；周明明，你包抄右路。我封他们退路，大家有机会就超车了。好。是阵法。小云，小心他们！知道。野战队好像使出阵法，合作居然十分纯熟，进步相当神速啊！小云，石磊他们居然能追上我们，他们也进步了。哥，我们也要开始认真了。啊哈，林峰凌云显得非常有默契，只用眼神交流就可以了吗？是纽带关系，林峰凌云已经可以心灵相通了。他们的技术已经超过我了吗？记得林峰第一次玩赛车的时候，还什么都不懂，只会在赛道上乱跑。啊，起跑失败了。什么？第一次赛车就想赢豹围队，做梦！你怎么了？我没什么的。现在跑在最前面的是林峰凌云兄弟，至今为止他们还没有遇到什么威胁呢。石磊，快从中间超车啊！天下无敌战术第3章说明：善攻者，敌不知其所守；善守者，敌不知其所攻。你说什么？善于进攻的人是不会让对手知道自己在防守的。善于防守的人是不会被对手知道何时要进攻。石磊说的非常有道理。我以后再也不敢小看石磊了。有机会了，我要超你们了！怎么，石磊趁林峰凌云分神的时候超车了？太大意了！哇，厉害啊！原以为风云两兄弟就轻易胜出，却不知现在反而被石磊超车了。小鱼，不要乱，先慢慢追上去。好。嘿嘿。没理由不赢的。来吧，我等你。逆转后没有利用超前的大好形势，真是奇怪呀！相反还慢下来了，让风云兄弟追上来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是实则虚之，虚则实之，是变化自《孙子兵法》。我要运用天下无敌战术第12章。第12章又是什么？急其如风，其徐如林，侵略如火，不动如山。风林山火是《孙子兵法》，石磊竟然将《孙子兵法》融入赛车战术，好厉害！刚才我趁你们分开超过你们，就是行动急其如风。行动稳定时，就如王毅和周明明慢慢追上来，这就是其徐如林。现在我超过你们，就好像大山一样稳固，这就是不动如山。哈哈，至于火嘛，就是在进攻敌人的时候，好像烈火一样猛不可挡，这就是侵略如火。看招！瞬间加速！技术好是没用的，还要懂得战术运用才算是高手。石磊说的对，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。哥，快到终点了，我们快输了，快加速！林峰凌云加速了，到底能追上石磊吗？输赢全看最后的拐角了。
最后的机会来了！大家看清楚了，林峰凌云的超级绝招要来了！马上就要转入最后一个弯角了，这是最后的超车机会了！来吧！人车合一！神风破旗！人车合一！雷震天罡！心灵互通！风雷合一！双子旋风！什么？这一招就是双子旋风吗？哇，超厉害呀！双子旋风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超过利爪号了！输了！冲线了！风影号和雷凌号一起冲线喽！时间居然是一样的，这场比赛林峰凌云双冠军！不可能！他们两个成功了！看来我跟他们的差距越来越大了。成功了！好哎！拜拜！石磊，你的战术很厉害，可不可以教我？什么？林峰，你居然说要向我请教？是你刚才说的《孙子兵法》，我们想向你请教如何把它运用到赛车的战略上。好吧，我也想多一些人学习我的野战队天下无敌战术，我就成立一个门派卖给你们吧！20块，卖给你们就打个9折吧。还要收钱呢？当然了，他们刚进队的时候，技术水平比我还差，但现在他们都有了那么大的进步。是啊，双子旋风真是厉害啊！没想到林峰凌云的人车合一同时启动，风雷结合，在比赛时完美配合，这样威力大2、3倍。这招双子旋风真是无人能及啊！如果按照这种方法，我们3个人也可以试试，相信威力一定不会弱过他们。没错。为了纪念这次我的野战队天下无敌战术，可以借你们的赛车给我拍个照吗？当然可以。你们看，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是双子旋风惹的祸。是双子旋风？启动人车合一后，会引发强大的能量再生。因为双子旋风中2者同时启动了人车合一，人车合一的威力增强到了2到3倍。人车合一的威力一增强，就会引发赛车双倍的动力。但同时也对赛车的承受力形成了极大的挑战。我认为一定要加强内部零件的性能才可以配合。
好不容易才研究出了新的绝招，赛车居然承受不住。好精彩！我在赛车场工作这几年，从未见过这样精彩的绝招。赛车坏了一定可以修好的，但没有技术，再好的性能赛车也是白费。你们现在已经练好绝招了，不是吗？怎么还可以这样唉声叹气的呢？他说的对，找大明叔一定有希望的。说的没错，我们就努力研究新招式，如果能成功，威力一定不会比双子旋风弱的。只要我们努力，绝对不会输给闪电队和暴威队的。不过怎么开始呢？这个。